师尊明明是世间仅存的圣人巅峰境强者，本以为靠着师尊的名号可保一世安稳，却不料一场天崩地裂的人魔大战导致师尊陨落，至此你变成了问道峰唯一的主人。而你深知这个世界的残酷，开始在师尊留给你的问道峰上隐居，每天签到喂鸡钓鱼，当起了缩头乌龟整整1000年。你从未踏出问道峰半步，也正因如此，靠着日复一日的签到，你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一尊准地巅峰的强者，成了星云阁真正的老祖宗。准地巅峰在这大地不出的时代就是无敌，可惜你露出一丝苦笑，若我当年就有这等实力，师尊又怎么会陨落在我们面前？请问宿主是否进行今日签到？拒绝，你意兴阑珊，拒绝无效，本系统将自动为宿主签到。恭喜宿主，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9转还神丹1颗。你内心毫无波澜，1000年下来，你仓库里的天材地宝神丹妙药早就堆积如山，随便一颗都比这玩意儿强。你卡在准地巅峰已经100年了，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真正正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白衣倩影出现在你身后，是个15、16岁的小姑娘，五官精致，人间绝色。弟子云溪拜见圣主。她对着你的背影恭敬一拜，小脸泛红。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星云圣主吗？云溪心里小鹿乱撞。师尊说他1000年只修到化神境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可为什么光一个背影就这么迷人？何事？你缓缓回眸，淡淡问了句：好帅啊！云溪瞬间看呆了，心脏狂跳，呼吸都停了半拍。他眼里的你，简直是从画里走出来的谪仙，一个眼神就让他神魂颠倒。他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羞赧的低下头，回圣主，今日是宗门10年一度的收徒大典，师尊让弟子来问您是否参加。说完，他又觉得希望渺茫。这位圣主宅了1000年，恐怕今年也不会破例。谁知你眉头一挑，收徒大典吗？你喃喃自语，闭关1000年，是时候出去走走了。师尊的传承总得有人接续。偌大的问道峰，如今只剩你一个光杆司令，确实太寒酸了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你淡淡道：是，弟子明白。云溪一步3回头的走了，心里既有期待，又有失落。见他走远，你缓缓抬手，准备直接撕开虚空，一步踏到山门。可就在你抬手的一瞬间，体内一股金色神光骤然引爆，天地间的法则之力开始与你疯狂共鸣。这是正道的契机，宿主大人，快，正道契机来了！收徒大典先放一放，成必要紧。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里激动的尖叫，你先是一愣，随即大喜，卡了100年的瓶颈，竟然在这节骨眼上松动了。好，你毫不犹豫，立刻盘膝而坐，任由体内金光爆发，引动天地共鸣。与此同时，星云阁的山门广场收徒大典已进入最终环节，数万人经过层层筛选，只剩下了寥寥数千人。星云阁收徒，颜值第1，天赋第2，能战此列的无一不是天之骄子，俊男美女，禽兽，青木灵体，合格。带路，无痛针灸体质，合格。测试长老的声音高亢激昂，高台上，首座长老赵玄子和一众长老看着今年的苗子，满意地点点头。不错不错，今年这批弟子的资质是100年来最好的一届，可不是嘛？想当年为了抢个天生道体，你个老家伙差点拿菜刀对付我。一个长老吹胡子瞪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我中途去帮你，能被你这老家伙给截胡了。另一个长老气得跳脚，一位貌美的女长老冷哼一声，气氛顿时一冷，还不是幽冥圣地那群无耻之徒联合其他7大圣地打压我们，否则我星云阁何至于此？此话一出，众长老尽皆沉默，神色黯然。是啊，自上任阁主陨落后，星云阁群龙无首，被其他圣地疯狂排挤，早已不复当年东荒第一圣地的辉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的雪影飘然而至，拜见紫薇师伯。众长老立刻恭敬行礼，来人正是星云7秀之一的紫薇仙子。他环视一周，淡淡问道：108峰的长老都到了吗？回师伯，已到107位。一名白衣女长老答道：圣主呢？紫薇眉头一蹙，圣主。众长老面面相觑，一脸茫然。紫薇简直要被这群老糊涂气晕了，就是问道峰峰主顾长期小师祖啊！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随即一个长老小声回道：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不过小师祖往年都摸鱼，今年估计也不会来。紫薇轻叹一声：罢了，随他去吧。众人也是一阵唏嘘，修炼1000年还不如他们徒孙的修为，这位小师祖也算是修仙界的一朵奇葩了。话音未落，锵一声惊天剑鸣骤然炸响，响彻云霄。怎么回事？所有人猛地回头，望向广场中央的测试石柱，只见石柱前一个11、12岁的白衣小女孩正把小手贴在上面，下一秒，万丈金光从她身上冲天而起，天空中无数飞剑虚影盘旋呼啸，剑鸣震天，剑道法则的纹路照亮了整个星云阁。天生异象，妖孽问世，这是道体降世，快看！天现异象，我星云阁要出一位绝世剑体了。众长老连同紫薇在内，全都惊得站了起来，满脸不可思议。然而这还没完，9天之上，风云巨变，数万道大地虚影浮现，齐刷刷的对着那女孩的方向，俯身弯腰，恭敬朝拜。不对，大地朝拜，这不是道体，这是神胎，是神胎降世啊！快去通知阁主，整个星云阁彻底沸腾了。紫薇反应最快，身影一闪便出现在女孩面前，素手轻贴她的眉心，一道剑形印记冲天而起。紫薇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，是先天剑胎！呼！所有长老脑子嗡的一声，险些当场窒息。先天剑胎，3000神胎中排名第3，仅次于混沌道胎和鸿蒙神胎。500年前，星云阁出了个道体陆星河，就已轰动东荒，如今竟然直接降临了一尊万古罕见的先天剑胎，天佑我星云阁！那少女显然被这阵仗吓到了，连忙拜下，弟子秦念之拜见紫薇仙子，快起来！好孩子！紫薇强压激动，你叫秦念之。就在这时，广场上空6道风华绝代的雪衣身影从天而降，正是星云7秀的另外6位。紧接着，又一道绝美到让天地都为之失色的身影缓步走出，他的出现甚至让天上的大地虚影都暗淡了几分。拜见阁主！所有长老和弟子齐刷刷跪下。星云阁阁主沈琉璃，东荒第一仙子，准地强者。他径直走到秦念之面前，声音清冷但难掩激动。秦念之，好一个先天剑胎！你若愿意，本阁主即刻收你为亲传弟子。
子，宗门所有资源任你调遣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阁主竟然亲自收徒，这小丫头一步登天了。秦念之也懵了，他知道这是他为母报仇的唯一机会，他必须抓住。弟子秦念之，愿。他正要俯身拜师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充满嘲讽的声音从天际传来，响彻天地，堂堂先天剑胎，竟要拜入一个没落的星云阁，未免也太寒酸了吧。话音刚落，天穹被一道道裂痕撕开，一个浑身绿袍、皮肤干枯的老者从裂缝中走出，气息滔天。白骨魔宗毒皇星云阁阁主脸色一沉，紧接着又一道身影走出，幽冥圣地宗主幽冥老祖，太虚神门门主乾元子，绝天刀宗刀主刀无痕。转眼间，8大圣地之主外加数十个一流势力的掌门人，这些跺跺脚就能让东荒斗3斗的准帝和道境强者，竟然齐聚于此。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，抢人！哈哈哈哈！西莫枪王扛着长枪，第一个跳出来。沈琉璃，这女娃你星云阁吃不下，老子今天就要定了，谁敢抢，老子在他身上戳1万个窟窿！我呸！绝天刀宗主当场就爆了句粗口，唾沫星子横飞，你个玩枪的懂个什么剑？小丫头，来我刀宗，老夫的圣品灵气无痕刀就是你了。我千秦王朝每天给你宰10万头禽兽补身子。胡说！来我太虚神门，本尊直接封你为神女。一群东荒大佬此刻像菜市场大妈一样，扯着嗓子疯狂叫卖，场面1度失控。住口！星云阁阁主沈琉璃彻底怒了，准帝威压轰然爆发，真当我星云阁没人了吗？嘿嘿，幽冥老祖阴阳怪气的笑道：“琉璃阁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先天剑胎乃东荒之福，总不能待在你们这个连一尊大帝都没有的破落户里浪费天赋吧？”星云七秀和一众长老气得浑身发抖，双拳紧握，却无力反驳，这是星云阁1000年来的痛！哈哈哈哈！幽冥老祖见状更加得意，既然各位仙子没意见，那这女娃本座就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咔嚓一声炸雷般的巨响，整个天空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撕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黑色裂纹，一股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还要恐怖1万倍的气息如天塌般镇压而下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所有圣地之主，包括沈琉璃在内，全都脸色巨变，惊骇地望向天空。突然，一缕缕祥瑞紫气从裂谷中涌出，瞬间汇聚成一条横贯天际的紫色银河。祥瑞紫气，天降福泽，难道也是这女娃引来的？妖孽，这简直是天道之女！众人正惊叹间，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在那紫色银河之中，1尊、10尊、100尊，密密麻麻的大地虚影开始浮现，顷刻间便达到了数百万之巨，数百万大地虚影齐刷刷地俯下身，朝着一个方向顶礼膜拜。然而，他们朝拜的方向不是广场上的秦念之，而是广场后方那座沉寂了1000年的问道峰。就在全场震惊到失语的那一刻，汇聚成河的紫气彻底爆开，如同决堤的潮水，疯狂向四周席卷。1000里、5000里、1万里，转眼间3万里的祥瑞紫气像一条紫色的天鹅绒地毯，铺满了整个星云阁的天空，甚至还在向外疯狂蔓延。所有人都看傻了，紫薇更是感觉心脏都要跳出胸腔。3万里紫气，这究竟是什么概念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冲天而起的金色光芒毫无征兆地从你所在的问道峰上爆发，那光芒霸道无比，几个按捺不住冲天而起的势力之主，刚一碰到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噼里啪啦掉下来。何方妖孽，装神弄鬼！一声暴喝，幽冥圣地那个叫幽冥老祖的老家伙终于忍不住，他撞碎一根石柱，裹挟着不朽准帝的恐怖气息，如同一颗炮弹直冲金光而去。恶徒，你敢！你大师姐！星云阁阁主沈琉璃的脸色瞬间冷若冰霜，那可是问道峰，是他们师尊，也是你师尊的长眠之地，你更是在那上面。这老东西一掌下去，问道峰连带着你，岂不是要一起上天？怒斥间，他素手一挥，刺骨的寒气化作漫天冰刺，连空间都被冻得层层碎裂，直刺幽冥老祖的后心。2尊准帝交手，足以掀翻整个星云阁。然而就在下一秒，那道金光只是轻轻一扫，就像拍苍蝇一样，瞬间将2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压得死死的，然后就那么凭空消失了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笑话。紧接着，在万丈金芒中，你的身影缓缓升起，光芒太过璀璨，没人能看清你的脸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但那法相庄严不怒自威的气势，仿佛你就是这片天地唯一的主宰。在你的周身，1滴、2滴、3滴，整整365滴金色的能量光球，如行星般环绕，散发着让人灵魂战栗的气息。大地本源精华365滴，我不是眼花了吧？他是在正道。绝天刀宗主的声音都在发抖，他用尽全身力气才没让自己当场跪下。我绝天刀宗的老祖正道时凝练了3滴地元精华，就已经震动东荒。这365滴，这还是人吗？此言一出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阁主，咱们星云阁什么时候藏了这么一尊大神？7长老柳梦烟凑到沈琉璃身边，声音都变调了。沈琉璃只是摇了摇头，他也懵了。问道峰上，除了你这个天天种花喂鸡修炼1000年还是化神境的小师弟，还有谁？难道真是你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在所有人屏息凝神之际，大地金光终于缓缓散去。当你的身影彻底暴露在众人眼中时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那是一张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的脸，一身血衣，纤尘不染，若神之貌，谪仙之颜，那气质仿佛天生就该立于云端，受众生仰望。好帅！天哪，我感觉我要恋爱了。不，我心神都在荡漾。无数星云阁的天之娇女只看了一眼，就觉得心跳加速，呼吸困难，双腿发软。看到这张脸，沈琉璃和星云七秀集体石化。顾长青这个名字一出，所有还记得你的长老全都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娇躯巨颤。星云圣主，那个传说中天生经脉堵塞的那位圣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才化神境吗？怎么一眨眼就挣到了？还是365滴地元精华的怪物大帝？天哪，我当年还怀疑太上阁主是
贪图她的美色。现在看来是我有眼无珠啊！场面瞬间失控，那些来抢徒弟的势力之主，尤其是女的，眼睛都看直了。一个活了上万年的女河道静，当场用法术把自己的容貌变回了14岁的少女模样，脸上泛起2坨娇羞的红晕。另一边被紫薇护在身后的秦念之，那双清澈的眸子也一眨不眨地望着你，小脸通红。就在这时，龙吟凤鸣，响彻云霄，一条五爪金龙和一只浴火凤凰的虚影凭空出现，在你身侧盘旋环绕，龙凤呈祥，地光普照3万里。终于，365滴地元精华化作一道洪流，彻底融入你的体内。恭喜宿主融合365滴地元精华，成功踏入正道境。你缓缓睁开眼，吐出一口浊气，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畅。想不到正道竟然这么麻烦，比当年躺着睡觉就突破准地难了不知多少倍。由于宿主成功正道，奖励特殊体质魅惑道胎。魅惑道胎，宿主一笑可让众生沉沦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一眼吃万年，一笑迷众生。由于宿主太过完美，系统激活经验命运大轮盘模式，积满10万经验值，可进行10连抽。你还没来得及研究这新功能，一股难以言喻的邪魅气息便涌入体内。你的样貌没变，但那股致命的吸引力却让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。你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正凌空而立，下面乌泱泱一群人，全都像看猴一样看着你。你不就正得到吗？至于这么大阵仗，宿主惊艳了星云七秀，经验值加1999；宿主惊艳了星云众长老，经验值加2999；宿主惊艳全场，完成团灭，达成成就举世惊艳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你心头一喜，这系统还挺会玩。你收回心神，目光最终落在了同样一脸震惊的沈琉璃身上，淡淡开口：“牧师姐，今天不是收徒大典吗？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”典礼结束了，此话一出，星云阁众人差点集体郁闷。大哥，你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差点把我们吓坏了。你还问我们结束了没？还收什么徒弟啊？但下一秒，狂喜涌上心头，星云阁又有大帝了，而且是这么一个逆天到变态的大帝。那先天剑胎，谁还敢抢？哈哈，天佑我星云！我看今天之后，谁还敢动我星云阁一根汗毛？首座长老赵玄子反应最快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声泪俱下：“我等恭迎圣主出关，圣主荣登帝境，乃东荒之福啊！”这一下，所有人都被他的无耻给整不会了，尤其是星云阁的女弟子们，气得直跺脚。这老头竟然抢他们在圣主面前表现的机会，太可恶了！而那群来抢人的势力之主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说好的星云阁没大帝呢？这从哪个棺材里蹦出来的老怪物？关键是还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用365滴地元精华正了道，这还争什么？我们就是来抢个徒弟，以至于开这么大的挂吗？这时，首座长老再次开口，他一指秦念之，慷慨激昂：“启禀圣主，此女乃先天剑胎，我等自知无力教导，唯有圣主您才有资格收此等天骄为徒，恳请圣主收此女为亲传弟子，重振我星云神威。”说完，他还挑衅地瞥了一眼8大圣地之主，嘴角疯狂上扬：“跟我斗，你们也配？”你的目光随之落在那个娇小的身影上，四目相对，你看到了一双清澈如星辰的眸子。宿主，此女是女帝转生，天生先天剑胎，有资格做你的徒弟。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，女帝转生，你心中一动，正合你意。你刚想出关收个徒弟传承衣钵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？我等恭迎圣主出关，恳请圣主收此女为徒，立为少阁主。星云阁的长老弟子们齐刷刷跪了一地，声势震天。此刻，那个幽冥老祖的脸已经绿到发黑，他哪还敢有半点抢人的心思？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直接跑路又太丢脸。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对着你拱了拱手：“晚辈幽冥老祖，恭喜星云圣主正道，并喜得爱徒。”那啥，晚辈宫里还有点事，就先溜了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撞破虚空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。晚辈千秦王朝朱无戒，恭喜圣主，我家中老母牛要生产了，告辞。晚辈太虚神门乾元老人，恭喜圣主，我夫人有急事，我得去追，下次再会。晚辈西漠神枪蒙枪万洞，见过圣主，我家媳妇想我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陪陪她。转眼间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各大势力之主，跑得一个不剩。你没理会他们，而是踏着七彩祥云，一步步走到秦念之面前，声音温和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秦念之小脸通红，紧张的连脖子都红了。他恭敬的拜下：“回圣主，弟子名为秦念之。”你微微一笑：“秦念之，好名字。”这一笑如春风化雨，天地失色啊！圣主笑了，他对我笑了，我要给圣主共度余生。圣主收我吧，我什么都会。无数女弟子当场失控，尖叫连连。秦念之更是看得吃了，双眸迷离，你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些。你可愿拜入我问道峰，为我顾长青的弟子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再次沸腾。我愿意。秦念之几乎是吼出来的，生怕你反悔，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。他感觉自己像在做梦。李成，首座长老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建州秦念之拜入我星云问道峰，为圣主亲传弟子。”一时间，恭贺之声如潮水般响起。恭喜宿主成功收获1名徒弟，赠送收徒大礼包1份，是否提取？还有这好事，提取。恭喜宿主获得地品功法太初道元诀，恭喜宿主获得圣品剑诀无相剑经。地品功法，你心中一惊，连忙翻开太初道元诀，参悟至巅峰后，哪怕是睡觉，功法也能自动运转，吸收天地精华。好家伙，你直呼好家伙，这不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摸鱼神功吗？你收起功法，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。你一步来到几位师姐面前，笑着打招呼：“师弟，见过诸位师姐，今天可有物色到心仪的弟子？”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三师姐月华长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，最好的苗子都被你抢走了，你这小家伙，瞒得我们好苦啊！我怎么知道？钓鱼钓着钓着就挣到了。你挠了挠头，一脸无辜。要不明日师姐们来我问道峰坐坐，我带你们一起钓鱼。月华长被你气笑了，这话说的是人话吗？他们苦修数千年，连准地的门槛都遥遥无期，你倒好，摸鱼摸成了大帝。你见他真有点生气，连忙凑近了些，压低声音：“师姐要是不嫌弃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去年种的黄瓜熟了，又嫩又滑。”你突然的靠近，让他雪白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，他连忙抬手抵住你的胸口，撇过脸去：“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”大师姐沈琉璃无奈的看着你，眼中却满是欣慰。师弟师尊的眼光果然没错，有了你这尊大帝坐镇，星云阁的未来一片光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目光扫向下方无数前来观礼的势力，声音如9天玄冰传遍四
方。从即日起，本阁主宣告，秦念之为我星云阁少阁主，谁敢伤他一根汗毛，我星云阁不死不休。声传万里，无人敢不从。就在这星云盛世、万众瞩目之际，突然一道清冷而高傲的声音撕裂长空，从天边传来：南海神域七玄岛岛主鹰绝神女到。话音刚落，整个东荒的目光都射向了天空。七玄岛，你听着这个名字，微微挑眉，那是南海的势力，隔着无尽星空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就在这时，一声琴音空灵悦耳，直接穿透虚空，钻进你的耳朵。一个白衣身影就那么轻飘飘地落在了星云阁的上空，是个女人，脸上蒙着纱，但那双眼睛美得不像话，像是把世上所有的清澈都装了进去。光是一双眼就足以让无数男人疯狂。你大师姐沈琉璃，还有那几位师姐看到她，立刻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。晚辈沈琉璃见过鹰绝前辈。鹰绝神女洛仙音，一个货真价实的不朽大帝，你心里有数了。洛仙音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在了你的身上，声音像仙气一样飘渺。仙音的徒弟果然不凡，有你坐镇星云阁，我就放心了。语气熟稔，看来和你那未曾谋面的师尊交情不浅。紧接着，他的视线又转到了你身边的秦念之身上。先天剑胎，又是仙音徒弟的亲传弟子，小丫头，你的命不错。话音未落，他伸出纤纤玉指，对着秦念之的额头轻轻一点，一滴金光闪闪的大地本源精华就这么从他指尖逼出，缓缓滴进秦念之的眉心。天哪，大地本源精华，下面的人群瞬间炸锅了。那玩意儿有多珍贵，所有人都懂。一个准帝拼了老命，也就凝练出2-3滴，这鹰绝神女眼都不眨就送了1滴出去。星云阁的长老们激动的老脸通红，当场就跪了一片，叩谢鹰绝前辈恩赐。秦念之却有点懵，下意识的看向你，等你发话，你笑了。念之，前辈的好意收下吧。是，师尊。秦念之这才乖巧的拜谢。你很满意，自己人就是上道。秦念之是女帝转世，这点机缘他受得起。将来他要是正道大帝，整个星云阁都能跟着沾光。然而事情还没完，天空之上又是一股磅礴的剑意笼罩下来。洛仙音，你这娘们动作够快的，老夫也没什么好东西。念之小丫头，这柄清玄剑就送你了。一个青衣身影伴随着朵朵青莲现身，潇洒不羁，清玄剑圣苏太白，又一个大帝。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洛仙音，都再次被镇住。这面子也太大了，一个两个大帝都跑来给你道贺，不是给你徒弟送礼。没等众人缓过神来，一道妖娆到骨子里的声音撕裂虚空：好可爱的小丫头，合欢宗也想收她为徒。一个红衣女子出现，媚眼如丝，合欢宗主白骨夫人，又是个大帝。可当她的目光落在你身上时，画风突然180度大转弯。我改主意了。她双眼放光，死死盯着你，只求圣主能常来我合欢宗坐坐，奴家什么都教你。呸，不要脸！一声娇斥，又一个黑衣少女撕开虚空，霸气登场。赤煞宗宗主接，他看你的眼神，简直像是要把你彻底占据。白骨夫人，你这不正经的家伙离远点！圣主哥哥，我赤煞宗5000万女弟子都愿意给你共度余生。阿弥陀佛！一个女尼姑双手合十，泪眼婆娑的看着你。佛祖啊，弟子到心碎了，弟子不愿成佛，只愿给他洗一辈子的脚。另一边，最先到的苏太白，一张老脸憋得通红，一咬牙豁出去了。若圣主不嫌弃，老夫也可以为你挥刀自宫，改修葵花宝典。场面1度失控，为了不被这群如狼似虎的家伙彻底占据，你收徒仪式一结束，立刻带着秦念之溜回了问道峰，顺手布下了一个结界。太可怕了，东荒的天因为你彻底变了。回到道炉，秦念之好奇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，一间道炉，一方庭院，一眼寒潭。师尊，你平时就住这儿？你点了点头，随口说道：吃饭是道，睡觉是道，钓鱼种花也是道，以后你就跟我一起修这凡人之道。话音刚落，秦念之浑身一震，双眼爆发出金光，他好像悟了。下一刻，他身上的气息猛然暴涨，直接从筑基境突破到了炼体境一处。多谢师尊指点。他又惊又喜，对你拜了下去。你表面风轻云淡，内心却是一惊。天呐，这就突破了！你都忍不住有点羡慕。你摸了1000年鱼才成帝，他听句话就突破了，这天赋要是给你，你早就横扫进去了。宿主大人，她是女帝转生，简直是开了天大的挂，习惯就好。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，你懒得理他，目光落在秦念之身上，一个数据框弹了出来，姓名秦念之，身份剑帝转生，爱徒身材平平无奇，好感度98。你嘴角一抽，这破系统还会作诗了。你清了清嗓子，对秦念之说：念之，修行要一步一个脚印，根基最重要，弟子明白，定会在炼体境冲击极境。他用力点头，不错，你很满意。随手拿出一个玉瓶递给他，这个给你。他疑惑的接过，打开瓶塞，顷刻间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像喷泉一样涌出，整个问道峰的灵气浓度瞬间翻了好几倍，几滴乳白色的液体滴在他手上，晶莹剔透，香气扑鼻。琼浆、九窍神元液，秦念之的小脸瞬间煞白，心神俱震，这可是淬炼神魂的无上至宝。突然之间，他眼眶一红，死死咬着嘴唇，转身看向你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师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从小到大，除了死去的娘亲，从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。你愣了一下，随即抬手，习惯性的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笑了：你是我的弟子，我不关心你，关心谁？这一刻，看着你近在咫尺的脸，感受着那份植入心底的温柔，秦念之的脸颊瞬间红透，眼神迷离，轻声呢喃：师尊。叮，亲密度加5，亲密商城已开启。系统的声音在你脑中响起，你直接无视，跟系统评了一句：能兑换个穷妹吗？系统。与此同时，秦念之已经坐进了寒潭，潭水瞬间浸湿了他的衣衫。你靠在凉亭的摇椅上，一边吃着葡萄，一边悠闲地提醒他：对了，念之，这9窍神元液虽然是好东西，但过程会很痛，你要忍住。你想起自己当初第一次用的时候，那酸爽简直痛苦不堪。这小丫头估计够呛。潭中，秦念之抬起头，
眼神却异常坚定。放心吧，师尊，这点痛苦念之不怕。不错，有前途。你满意的笑了笑，又丢了一颗葡萄进嘴里。下一秒，秦念之将一整瓶9窍神元液全部吞了下去。轰！恐怖的灵气在他体内轰然炸开，整个寒潭的泉水化作一道水龙，冲天而起。与此同时，星云阁禁地内，哈哈哈哈，我突破了，我也破了，困扰老夫100年的瓶颈终于破了。一个又一个长老状若蜂窝，直接撞破屋顶，冲上云霄，气势惊天。山下的弟子们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好羡慕啊！圣主正道降下的祥瑞紫气，全被这帮老家伙抢光了。哎，我也想突破啊！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狂喜的呐喊：天哪！我突破了！众人齐刷刷看去，正是首座长老的亲传弟子赵成风。他直接冲上天空，兴奋地对着苍穹振臂高呼：天哪！圣主威武！圣主永远的神！话音刚落，天上的紫气像是找到了宣泄口，疯狂涌入他的体内。赵成风浑身一震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：天哪！我又要突破了！下面所有弟子都傻眼了，什么鬼？喊一句就突破？难道是因为那句圣主威武？肯定是，这是得到了圣主的庇佑。弟子们面面相觑，眼神逐渐狂热。一个女弟子脸蛋羞红，鼓足勇气，清脆地喊了一声：圣主威武！圣主永远的神！瞬间，无数紫气灌入他体内，突破的征兆瞬间出现。太好了，我也要突破！这一下彻底点燃了全场。天哪！圣主威武啊！圣主永远的神！圣主，我要给你共度余生！呐喊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整个星云阁。星云殿内，你那7位师姐目光全都聚焦在问道风的方向。久久无言，我们苦修几千年，还比不上小师弟摸1000年鱼。4师姐双凝雪的语气酸溜溜的，别说了，太打击人了。2师姐柳梦烟苦笑着摇头。现在我星云阁有大帝坐镇，又有先天剑胎降世，未来10万年无忧了。大师姐沈琉璃，你名义上的阁主，冰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决然。他看着你所在的方向，心中激荡，你都能摸鱼成帝，他这个阁主岂能落后？传令下去。他声音冰冷却充满力量。从明日起，本阁主闭关，不入地境，誓不出关。遥远天穹之上发生了什么，你根本不关心。大帝出世，道统崛起，对你来说那不过是远方的噪音。现在你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你眼前这个刚刚出关的宝贝徒弟秦念之。3天后，你的地盘问道风，你刚从后山溜达回来，就感觉到一股灵气猛地从寒潭炸开，水花冲起几10丈高。你挑了挑眉，嚯，动静不小。一个湿漉漉的身影从潭中走出，带着一股初生牛毛犊不怕虎的锐气。秦念之看到你，眼睛一亮，立刻小跑过来，恭恭敬敬的躬身：弟子拜见师尊。你上下打量着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懒洋洋的惊讶。行啊，丫头，108滴9窍神元液，这么快就啃完了？他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嘿嘿，全吸收了。我现在是炼体境5重天了，谢谢师尊。要是没你，我还不知道在哪筑基呢。你嘴角抽了抽，简直了。想当初你为了1滴那玩意儿，疼得在床上抽了3天。这丫头直接当水喝，喝完还活蹦乱跳的，这就是女帝转世加先天剑胎的怪物配置吗？人比人，气死人！就在这时，脑子里的声音响了：宿主大人，你这徒弟厉害是厉害，但也是个行走的定时炸弹。你心里一动，怎么说？她是女帝转世，帝魂被封印着，等她实力上去了，帝魂苏醒，修为恢复的比谁都快。系统顿了顿，语气变得严肃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她就是这世上最顶级的大补药。凡人吃一口，长命100岁。修士要是能吞了她的帝魂肉身，等于直接抢了几辈子的修为和传承，懂吗？唐僧肉。听到这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你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秦念之那吹弹可破的脸蛋，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动，确实是大补之药啊。师尊，你说什么呀？秦念之眨着无辜的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你。没什么，你立刻收回视线，面不改色。我在想中午吃什么，真是的，差点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看来在这丫头能一拳打爆一个圣地之前，绝对不能放她下山去了。先天剑胎，最多让那些圣地眼红。女帝转世这事儿要是爆出去，整个东荒都得疯。秦念之轻轻了一声，摸了摸肚子，小声说：师尊，你刚才去哪了？我找了你半天。咕噜，肚子叫的比他说话声音还大。你被逗笑了，看你快出关了，去鸡窝里抓了只老母鸡，给你补补。来，厨房帮忙。好呀，师尊。你随手指了指鸡窝旁边的几株植物。对了，那边的灵果熟了，去摘几个新鲜的，要带着凉气儿的。片刻之后，厨房里，秦念之拿着几根水灵灵的黄瓜走了进来。可当他看到石台上那只被你处理干净的老母鸡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那冲天的妖气，那隐隐燃烧的金色火焰，这哪是老母鸡，这分明是一头化神境的凤凰妖兽。天哪！师尊平时拿凤凰当鸡吃，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你的动作让他更加懵逼了。你手上那把平平无奇的菜刀动了，刀光如水，行云流水，一刀一刀精准地分解着凤凰的躯体。可在秦念之的眼里，那每一道刀光都蕴含着一条完整的大道法则。这是刀意。他胸口如遭重击，忍不住失声。传说中不朽大帝才能完全领悟的意境法则，你不是才突破大帝吗？怎么可能？难道你在成帝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刀意？他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捂住了嘴。大帝强者，恐怖如斯。还好，这是我师尊。你没理会他的震惊，自顾自的忙活。汤已经下过了，等1个小时。秦念之回过神，小声问：那我们现在做什么？你瞥了他一眼，他浑身湿透，曲线毕露，闭关3天不难受，先去洗个热水澡，出来正好开饭。他脸颊一红，飞也似的跑了。叮，宿主与秦念之今日互动成功，亲密度加10。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1个时辰后，咯吱，房门被推开，秦念之换上了一身单薄的轻纱走了出来，刚出浴的乌黑长发还滴着水，精致的脸蛋上带着一抹红晕，更添几分诱惑。你承认？你愣了一下，这徒弟是真养眼。师尊，我肚子快饿扁了。他张开阴唇，委屈巴巴地说：窝窝来了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把菜端到食庭，4菜1汤，外加几根黄瓜。万年汤龙筋、万年猛虎筋、寒冰蛟龙、新冰地地黄蟹，全是外面能让无数修士争得头破额流的珍稀食材。秦念之看的眼睛都直了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刚想说点
点什么，却猛地凑到桌前，对着菜肴猛地一吸。下一秒，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，他瞪大了美丽的双眼，满是不可思议。我又悟了，你人都傻了，闻个菜味就悟了？你赶紧放出零食一摊。果然，他刚刚稳固的炼体劲舞冲天瓶颈竟然又松了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天天做饭，天天闻，我怎么没悟呢？秦念之此刻却把你当成了神。饭道，师尊连做饭都做出了自己的道，他悟了，他彻底悟了，他立刻恭敬拜下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多谢师尊指点，师尊大恩，念之没齿难忘。我指点你什么了？酒足饭饱，夜色已深，你给他安排好了房间。秦念之却忽然转身，眼神亮晶晶地问：师尊，吃完饭我们干嘛？要夜间修炼吗？长辈们都说夜间修炼，一日千里。修炼？你摇了摇头，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。修炼什么？为师给你准备了个好东西。你从袖中摸出一个紫云仙藤制成的小木盒，你根基还是太弱了，想打破本源之气极境，得加点料。秦念之好奇地接过盒子，师尊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吹牛逼。尊品丹药，九转龙虎丹，有喜琼浆、仙叶、囚龙鞭、万年寒冰髓等9981种神材，大火熬个7749天，再小火温养9981天，方可成丹。闻一闻，顶你10年苦修，吃一颗，助你打破极境。你食指一弹，盒盖打开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浓郁丹香瞬间弥漫开来。秦念之只感觉自己的修为又精进了几分，可当他看清丹药的样子时，当场愣住。木盒里是一颗晶莹剔剔、透丹香四溢的丹药，就是这丹药有鸡蛋那么大。师尊，秦念之俏脸发懵，指了指自己的樱桃小嘴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，我能含下去吗？你沉默了半秒，认真的打量了一下他诱人的粉唇，又看了看那颗鸡蛋大的丹药，应该吧？你不太确定的说道，要不你先试试。恭喜宿主让秦念之感动，好感度加3。宿主与徒弟互动成功，来自秦念之的害羞值加10。触发收徒任务，帮助徒弟秦念之打破本源之气极境，完成任务将获得大量奖励，好感度加10。宿主大人加油哟，争取让你这个便宜徒弟早日爱上你。你听着脑子里系统一连串不正经的提示音，再次无语。与此同时，星云阁境地一股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，全是反虚境的超级长老，沉寂千年，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了，哈哈哈！圣主正道，我星云阁的大时代到了。没错，不仅有圣主，更有念之师妹这等万古神态，是时候让天下人记起我星云的威名了。一个长老满脸煞气，声音冰冷，八大圣地也就罢了，他们手下那些一流势力，这千年来跳得最欢，真当我星云没人了？必须为念之师妹铺路，就拿幽冥圣地麾下那几个势力开刀，先随便清扫一番，用他们的代价告诉天下人，我星云不可冒犯。另一个长老猛地一拍桌子，脸都气红了，抱着粗口骂道：靖海国那个女人，上次竟敢说老子实力不济，气煞我也！靖海国必须一并清扫了。还有玄武门的宗主武藤一刀，300年前竟敢藐视老夫，灭了！一群老家伙，此刻哪有半点仙风道骨，一个个凶神恶煞，唾沫横飞，仿佛在菜市场抢白菜一样，轻描淡写的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死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以儆效尤，让整个东荒都知道那个曾经的霸主回来了。7日后，你的紫竹林，秦念之已经彻底沉浸在修炼之中，他周身悬浮着数十道太古凶兽的虚影，黄金魔鹏、9头麒麟、天雷酸泥，每一道都散发着滔天凶气，这些都是你从冥寒天池里给他捞出来，用来锤炼肉身的玩具。后，他一拳挥出，金光冲天，全力赫然达到3万斤，一道凶兽虚影应声炸裂，化为金色的光雾，在他胸前，一滴你赐予的金色地缘精华正不断绽放出神圣的经文，淬炼着他的每一寸身躯。你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女帝转世，果然够劲。你轻声自语，他要镇压一世天骄，那我这个当师尊的总不能太寒碜，镇压个万古岁月不过分吧？话音落下，你缓缓翻开了那本得来已久的地品功法，太初道元诀，乃远古懒人大帝所创，修炼至巅峰，就算躺着睡觉、趴着吃饭，功法也能自动运转，吸收天地本源，提升实力。你越看越觉得这位懒人大帝简直是你的知音。10天过去，你已经勉强参悟到了天经卷，脑海里系统的声音激动的都快破音了。太好了，宿主终于主动修炼了，我好感动。宿主大人，你认真起来的样子真是帅爆了，万古无一，当今为天人。宿主放心，有本系统在，这一世你就是无敌的，谁敢惹你，我帮你通通镇压。你没理会系统的彩虹屁，目光深邃的看向远方，风暴就要来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你顾长青的徒弟，谁敢动，就得有化为尘埃的觉悟。时间这东西，在你这儿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。一晃1个月就这么过去了，这1个月你也没闲着，东荒有好几个不长眼的一流势力，一夜之间就从地图上被抹掉了，能量汇聚成河，谁干的？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但谁敢把你的名字说出口？也就在今天，你那清净的道炉突然炸出一道冲天金芒，顷刻间，整座问道峰连带着周围几座山头，全被这股霸道的气息给罩住，天地间的灵气就像见了爹一样，疯了似的往这边涌。天呐，这灵气浓度怎么回事？灵气复苏了！问道峰怎么又是问道峰？山下的弟子们炸开了锅，一个个跟看神仙似的仰着头。这金光我好像见过。一个老弟子突然一拍大腿，500年前陆星河师兄打破本源之气极境的时候，就是这玩意儿。难道问道峰上又有人打破了本源之气极境？这话一出，全场死寂。接着就是倒吸凉气的声音。天呐，本源之气极境，那不是得有10万斤的肉身力量才能打破的吗？咱们星云阁1000年来就陆星河师兄一个啊！问道峰上不就圣主您和念之小师叔俩人吗？总不能是您老人家吧？难道是小师叔？1个月，他才来1个月就打破了本源之气极境，先天剑胎好像还真有可能。弟子们脑补的比谁都快，一个个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。关键是这金光一响，比当年陆星河那个还猛了好几倍。与此同时，星云殿里，星云七秀也看傻了，还真是本源之气极境。紫薇喃喃道：1个月，顾师弟调教徒弟的本事真是神了。神胎就是神胎，但这速度我们当年也比不了。双凝雪点头附和，木竹却摇了摇头，脸上带着一丝理所当然的笑意。那可是顾师弟的徒弟，有他在，我星云阁再出一个横压一世的妖孽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？而你顾长青正站在问道峰上，看着那道金芒，脸上也写满了离谱2个字。金光中心，那个娇小的身影让你都有些失神。10万斤力士极境，这
这丫头，她直接干到了50万斤，你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，真不愧是女帝转世，玩的就是心跳。想当年你打破本源之气极境，好像是躺在床上睡了一觉，醒了就破了。但你很清楚，对别人来说，每打破一个极境，都是一次大道赐福，是通往地境的基石。你有绝对的信心，1000年之内让这丫头正道。也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你脑子里响起：叮！宿主徒儿秦念之打破本源之气极境，踏入灵海境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奖励：本源玲珑丹1，尊品功法大日雷体。你扫了一眼奖励介绍，本源玲珑丹可以开辟一个储存本源之气的小空间，大日雷体更是能把肉身锤炼到雷电的等次。不错，都是好东西。一晃又是3个月，你每天养鸡喂鱼，偶尔参悟一下派出道元诀，日子过得跟退休老干部似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天穹山又震了，一道蓝光从问道峰冲天而起，又一次是天地共鸣。山下的弟子们已经扒了，又来。小师叔这是把灵海境的极境也给破了，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！圣主您还收徒吗？能扫地的那种？别想了，圣主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，当条追随者，远远看着就得了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秦念之拜入你门下已经整整1年，东荒那些被清扫的势力已经成了悬案，没人敢再提。而你正道时的365滴地元精华，依旧是所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傍晚，你坐在寒潭边，懒洋洋的一甩鱼竿，哗啦，一条上百米长的巨鱼被你硬生生拽出水面，水花溅得到处都是。旁边，秦念之正在练剑，剑光无形，气势却磅礴如山，完全不像一个12岁的小女孩。看到你钓上鱼，她立刻收了剑，像只小精灵一样扑进你怀里。师尊，太厉害了！这1年的相处，你早已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牵绊，甚至超越了复仇的执念。他脑海里偶尔会闪过一些剑尊、女帝的模糊记忆，但他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。你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，你这丫头就馋为师的烤鱼，谁让师尊做的最好吃呢？他仰着小脸，笑得眉眼弯弯。12岁的他，出落得越发灵动，美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股少女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被潭水打湿的发丝贴在精致的脸蛋上，水珠顺着滑落。你心神一荡，咕噜，我这徒儿还真是养眼。你的目光不自觉地从他的发丝滑到阴唇，再到微微隆起的胸脯，最后落在那双粉雕玉琢的小脚上，完美，简直是人间绝色。可惜还是太小了点，你不得不再次感叹这丫头的天赋。那个被吹上天的陆星河，道体资质，修炼500年，也才是个化神境，而秦念之1年时间就已经灵海境10重天，还连破本源之气灵海2大极境，这资质连你都有点羡慕了。1年来你也没怎么刻意修炼，就是每天种种花钓钓鱼，顺便指点一下徒弟。正道时融合的那365滴地元精华，你已经炼化了10滴，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几年，东荒之内你将再无敌手。一个1000岁的不朽大帝，身负365滴地元精华，还带一个女帝转世的妖孽徒弟，就问怕不怕？好徒儿，开春了，上午跟为师去田里插秧。你拍了拍衣服，站起身。秦念之乖巧的点头。他很清楚，想要报仇，现在的自己还差得远。那个无情的家族，那个叫柳如烟的心机深沉之人，总有一天他要亲手清算。与此同时，东荒幽冥圣地，曾经的星云阁是东荒9大圣地之首，如今没落了，这幽冥圣地便隐隐有了取而代之的势头。大殿之上，宗主幽冥老祖正襟危坐，一副天下第一的姿态。一阵阴风刮过，一个面色白净、气质阴柔的青年出现在殿中。弟子魏世忠拜见师尊。幽冥老祖俯视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世忠，你又突破了。为师尊，弟子已破元婴极境，再获大道赐福。魏世忠缓缓起身，语气中透着一股自得。不错。幽冥老祖满意地点点头。你身具道体，不过60岁便已是元婴10重天，连破4大极境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谢师尊夸赞。魏世忠阴冷一笑，紧接着幽冥老祖话锋一转，你最近可有听说星云阁的事？弟子听闻1年前星云阁出了个先天剑台，结果被一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老怪物给抢了。魏世忠不屑地说道。说得不错。一提起你，幽冥老祖就气得牙痒痒，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的老东西，白白捡了的大便宜。突然魏世忠低声道，可是师尊，弟子觉得星云阁根本不配拥有这等天骄，更不配位列东荒9大圣地。幽冥老祖来了兴趣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为师尊，如今的星云只有一个准帝撑场面，就算多了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大帝，也早就大势已去。那个先天剑胎拜入星云，纯属浪费资源。魏世忠的话正中幽冥老祖下怀，一个9成都是女人的宗门，也配当圣地？那些女弟子一个个冰清玉洁，还不许外嫁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你可知为师今天叫你来，所谓何事？弟子不知。半个月后，星云阁的问心剑楼就要开了。幽冥老祖眼中闪着金光，为师要你代表我幽冥圣地去参加，到了那里，给为师狠狠地羞辱星云的那些弟子，让他们颜面尽失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，狠狠地羞辱他们。魏世忠阴柔的脸上露出一抹病态的满意。弟子明白了，下去吧。魏世忠躬身准备退下，身后又传来幽冥老祖的声音。对了，记得派人去东荒给本座搜罗几10万个姿色上好的少女，年纪最好别超过16岁。另一边，问道峰，你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远处一道气息飞速靠近，来人正是首座长老赵玄子。1年前你正道时的祥瑞子气，让他闭关1年，成功突破到了河道境。他本想直接飞到道炉，但临到头又停了下来，选择步行上山。圣主喜欢清静，我还是走过去以示尊敬。走到你面前，赵玄子恭敬一拜。赵玄子拜见圣主。你缓缓睁开眼，声音带着一丝慵懒。何事？回圣主。半月后问心剑楼开启，老夫特来询问，念之师妹可有兴趣入阁悟道？问心剑楼，你皱了皱眉，这地方你听说过，是星云阁历代剑修老祖的传承之地，50年开一次。不过这老家伙怎么知道念之已经踏入金丹境了？要是让赵玄子知道你的想法，估计得当场骂娘。您老人家还好意思说？你这问道风天天整出天地异象，当我们这些老家伙是瞎子吗？你想了想，让这丫头出去历练一番也好。于是你点了点头，打了个哈欠，摆了摆手，本座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半个月后，问心剑楼开放之日，星云阁山门处人山人海，首座长老赵玄子率领108峰长老坐镇，气派十足。山门外各路天骄齐聚，有御剑飞行的，有乘坐飞行妖兽的，还有化神境强者亲自护送的，数千人汇聚一堂，场面好不热闹。快看，那人竟然能
踏空而行，是化神境强者。很快，有人认出了来者，是荒州十国的雷动。100年前，他就是元婴榜前100的猛人，现在竟然踏入化神境了。话音未落，又一道凌厉剑气降临。云州凌云剑宗的少宗主，刀破苍穹。他背后那6把剑，可是军品灵器。龙吼声震天，龙家大院的叶良辰，树德山庄的少庄主云冰山的神女，一个个名震一方的天骄接连现身。就在这时，天边传来一声巨响，天穹神国江霸携大公主、九公主前来拜见星云阁。一艘巨型战舰遮天蔽日而来，甲板上站着2道倩影。左边的大公主江雪儿，18岁便已是金丹境，身负前3的寒水道体，是东荒有名的天骄之女。而她身边的九公主则神秘的多，传闻她母亲怀胎300年才生下她，一出世就致使生母生机流逝。天降一响，天生树眼双瞳，被视为不祥的天煞孤星，至今无法修炼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，一股阴冷的气息从天而降，轰！周围的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度。一个面色白净、气质阴柔的青年，轻描淡写的落在众人面前。看到他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他是幽冥圣地的武神子魏世忠，真的是他，宗主的亲传弟子。道体一响，他怎么会来？其他圣地不是早就不屑来我们星云阁了吗？听到周围的惊叹，魏世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。他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。星云的长老们也注意到了他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幽冥老祖那老家伙派这小子来想干什么？就在众人猜测之际，一股极致的寒意突然笼罩全场，一道雪白的身影从天而降，脸上带着白纱，仙气缭绕，正是紫薇。拜见紫薇仙子。山门内外，上千天骄齐刷刷跪倒在地，一股无可匹敌的威压瞬间爆发，将在场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还站着的魏世忠只觉得一座神山压在背上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也跪了下去。拜见紫薇仙子。他颤抖着开口，直到他跪下，紫薇才收回威压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他甚至没正眼看他，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再有下次，就等着幽冥老祖那老家伙来给你收尸吧。此话一出，你神识扫过全场，能听到一片死寂的心跳声，没有一个人敢喘大气。和道境强者的威压，对这帮小辈来说，跟天塌了没两样。魏世忠那个叫魏世忠的家伙，浑身跟水里捞出来似的，正哆哆嗦嗦地爬起来，你甚至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狂跳，估计魂都吓飞了一半。他大概现在才搞明白，星云阁这群女人根本不是来讲道理的，她们就是一群实力强的不像话、性情刚烈之人。你轻笑一声，性情刚烈之人，倒也贴切。魏世忠那点小心思，在你眼里跟透明的没什么区别。他还想着在剑楼里找回场子，狠狠羞辱星云。天真，你敢保证他要真敢那么做，这群性情刚烈之人绝对会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捏死一只蚂蚁。这时人群已经起身，紫薇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，公式化的开口：今天问心剑楼开启，规矩都懂，金丹境之上，王者境之下，都随我来。话音一落，他转身就走，裙摆甩出一个冷漠的弧度。你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清楚，七宿之中，如今只有他还停留在河道境，所以这些抛头露面的事，自然都落在了他头上。也好，省得你操心。是一众天骄屁颠屁颠的跟上，像一群朝圣的绵羊。你饶有兴致的看着他们穿过星云阁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弟子们，简直就是一群移动的弹幕。我去，这届天骄也太丑了吧！就是，你看那个鼻毛都长出来了，令人不适。剑楼之内那片狂暴的灵气之海，早已风平浪静，不准确来说，是早已被你吸得一滴不剩。你缓缓睁开双眼，吐出一口浊气，你体内的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半步元婴之境。12岁的半步元婴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整个东荒都得抖3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而虚幻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：先天剑胎，半年时间，从金丹2重天提升到半步元婴，根基稳如磐石，骨龄12岁。小家伙，你的天资当得起万古第一人。你缓缓抬眸，脸色平静的可怕，没有丝毫自傲。你只是淡淡的开口：修炼之路，天赋只是起点，根基才是根本。至于万古第一，就算是帝洛时代，也没人敢这么自称吧？那苍老的声音沉默了片刻后，他再次开口：但你的资质绝对是我星云阁数十万年来的第一人。你闻言却摇了摇头：没什么第一第二，我的天赋虽然还行，但和他比起来，不过是萤火与皓月。哈！苍老的声音透着惊愕，这世上还有比眼前这个怪物更妖孽的存在？能告诉吾那个他是谁吗？你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抹谪仙般的身影：我的师尊。你轻声呢喃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连你自己都未察觉的柔和。一个很帅、很温柔，也很强的人。苍老的声音再次陷入了死寂。能调教出你这种逆天妖孽，那你的师尊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？他犹豫了，但最终对剑道传承的执念战胜了恐惧。吾乃天兵剑圣，星云阁20万年前的大地老祖，吾的传承剑道万古无一。小家伙，你可愿继承吾的剑道传承？继承你的传承？你眼眸微抬，神色平静。区一尊大地传承罢了，聊胜于无，可以一试。苍老的声音彻底麻了。区大地可以一试？姑奶奶，你说的这是人话？但他已经骑虎难下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装下去。好，那吾且问你，何为剑道？何为剑道？你笑了，嘴角勾起一抹睥睨天下的弧度。剑之大道，当以雷电为锋，风云为刃，天为剑身，地为剑柄，下抵九幽，上临苍穹。此剑一出，天地皆破，万物遁形；而剑之极境，则是以惊天之力移星换斗，剑遮苍穹，一剑而出，不断万古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轰轰轰，整个108层的空间剧烈震颤，仿佛要被你的话语撕裂。一道虚幻的身影在上方惊恐的显现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言出法随，你这个小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彻底懵了。真是的，就你这理解，还需要我教？姑奶奶，要不您教我吧，让我继承你的传承。看着虚影那副见了鬼的样子，你只觉得好笑。你可是剑帝转世，问你何为剑道？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但他毕竟是活了数十万年的老怪物，强行稳住心神，干咳几声，沉声道：说的不错，你对剑道的理解有资格继承吾的传承。话音落下，他大手一挥，整个空间化作一片剑意道海，无尽的飞剑盘旋，神辉万丈。今日吾便将这天兵剑意传授于你。随着虚影的声音，漫天剑意向你涌来。然而炼化这些剑意的过程，对你而言比喝水还要简单。你本就是先天剑台，又是剑帝转世，帝魂正在逐渐觉醒，这些区大地剑意，你看一眼就会了。天哪，这么快！那道
到虚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传承被你光速吸收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随着剑意被炼化，他的身影也越来越短。就在他即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一个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，他若是大能转世，我若依附于他，将来岂不是有重塑肉身、起死回生的一天？想到这里，他不再犹豫，猛然化作一道流光，瞬间遁入了你的体内。半月之后，天降大雪，一道万丈冰剑虚影自天穹悍然斩落，整个星云阁化作冰雪世界。剑楼之外的长老们全都骇然抬头，是天兵剑意。念之小师妹，不，顾长青师弟他真的成功了。他们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，立于云端之上的问星剑楼塔顶竟然炸开一道道恐怖的裂痕，而刚刚散去的雷云竟以更加狂暴的姿态再次向星云阁疯狂涌来。这一次目标直指剑楼之巅的你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一座土坟上，看着星云阁上空那翻天覆地的动静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这么快又要搞出个大新闻？你也没想到秦念之这个小丫头居然能折腾到这种地步。虽然你人还在境地，但凭你的实力，神识早就把剑楼里发生的一切看了个底朝天。你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你那个宝贝徒弟的杰作。宿主，你这个便宜徒弟，地魂80%是觉醒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里响起，你微微一愣，地魂觉醒了。你记得系统说过，女帝转世就是封印自己的地魂，保留前世所有的天资和剑道传承。转世之后，实力越强，地魂苏醒的越快，修为恢复起来简直跟坐火箭一样。前世天资不过一个先天剑台，那你徒弟的剑道传承又会是什么？这么说，秦念之的地魂真的开始苏醒了。你有点无奈的笑了笑，我这个徒儿还真是不简单，怎么一股子小说女主的味儿？不过算算日子，这丫头也该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剑楼108层，一双精致的美眸缓缓睁开，那是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，一张倾国倾城的脸，一身青衣勾勒出如玉般的身段，眉眼清冷，不带一丝人间烟火。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，赫然已经是元婴强者。除了这元婴境的气息，那100万条灵脉也缓缓收回了她的丹田。两道剑意在她身侧浮现，一道是冰冷的天兵剑意，另一道则是她前世的女帝道意、地境道意。她不仅在开辟灵脉时打破了金丹极境，还顺手重新掌握了前世的地级剑道。一个人身怀2种道意，一种地境，一种地境，这究竟是什么妖孽？1年半，从筑基到元婴，连跨4个大境界，打破3次极境，还开了100万条灵脉。这一世，他就是来开无双的。秦念之眼神冰冷，自语道：“没想到居然提前觉醒了我前世的道意。”片刻之后，剑楼大门轰然打开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一个绝世少女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所有苦等已久的长老们瞬间被镇住了。他又突破了！一群星云长老兴奋的脸都红了，连忙围了上去。念之师妹，你真的闯到108层了！一个美女长老忍不住问道，声音都在发颤。虽然这1年半，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这个才12岁的小姑娘刷新3观，但还是不敢信，这可是问星剑楼啊！星云阁万古以来能闯到30层的，哪个后来不是一方巨擘？就说那位太上阁主，当年也是神胎，天资万古无一，了不起了1万年才踏入大地之境。可就是他那么个猛人，当年也不过闯到60层，而且还是用半步化神境的修为去闯的。你倒好，秦念之金丹境进去，跟坐火箭一样，直接捅穿了塔顶。现在出来，直接就是元婴境了。这天资，我坐火箭都没你快。秦念之对着一众长老恭敬的行了一礼，平静的回答：“回各位师长，弟子确实闯到了塔顶。”听到这肯定的答复，所有长老倒吸一口凉气，感觉心脏都漏了一排。天云峰的女长老急不可耐的追问：“那天兵老祖的剑道传承呢？你参悟了？那可是大地强者的传承，你要是拿到手，以后修炼还不是跟喝水一样简单？”天兵老祖的剑道传承确实强大。话音刚落，秦念之伸出雪白的小手，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瞬间爆发，一道冰凌长剑的虚影直接在他手中凝聚成型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长老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胸口像是被重锤砸中。天兵剑意，这真的是天兵剑意？少阁主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那可是大地道义啊！一群星云长老彻底疯了，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今天被反复碾压，就连旁边一直默默看着的紫薇也是震撼到无以复加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别说他了，算上星云七秀，算上现任阁主，甚至算上那位已故的太上阁主穆仙音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不想得到这道剑意？结果呢，全失败了。别说道义了，他们连塔顶的风景都没见过。而秦念之12岁，不仅做到了，还顺手把这道大地剑意给拿捏了。这小妮子真的开挂了吧？他们严重怀疑秦念之的天赋甚至不在你顾长青之下，毕竟你可是摸鱼1000年直接成帝的怪物。这俩师徒到底是什么品种的？我星云阁是祖坟冒青烟了。那刚才的开脉异象呢？对啊，刚才整个仙宫的灵气都被抽干了，也是你干的。你开个灵脉，搞得跟开天辟地一样，是你吧？一群长老七嘴八舌的问道，声音里全是惊魂未定。应该是我吧？秦念之轻轻点头，表情毫无波澜。他也没想到，就开个灵脉而已，居然把整个星云阁搅得鸡飞狗跳，还开了100万条。要知道，2000条灵脉就是极境了，他这直接翻了500倍，这或许就是地魂觉醒的副作用吧。乖乖，我都这么逆天了吗？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，已经麻了，彻底麻了。圣主千年正道，徒弟12岁元婴，开100万灵脉，你们俩是打算把天捅个窟窿吗？姐姐，他的气息好可怕，比紫薇圣主还要强。江夭夭躲在紫薇身后，小声说道。江雪儿低头看着妹妹，满眼震撼，这就是圣主的弟子秦念之，先天剑开闯通天塔，开100万灵脉，这才是真正的妖孽。我也不知道。江夭夭摇着头，就是感觉这个姐姐的眼睛藏着一股很可怕的气息，很冰冷，很锋利，但又像是在俯瞰众生。紫薇听得一愣，随即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看着秦念之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身具先天剑胎，1年半踏入元婴，闯通剑楼之顶，炼化天兵剑意，开辟100万灵脉。念之，你的天资万古无一。”就在这时，秦念之收回剑意，摇了摇头，脸上没半点激动，反而淡淡道：“弟子也是侥幸，费了好大劲才炼化这道剑意，若非身具先天剑胎，再待上半年也未必成功。至于100万灵脉，更是意外之喜。众弟子、众长老、紫薇。”这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有种想郁闷
闷的冲动。你们俩师徒都一个德行，太会说话了是吧？首座长老强忍着激动走上前，念之师妹如今不仅踏入元婴，更得天兵建议，100年后的天骄大会必将碾压东荒所有天骄。秦念之眉头一蹙，天骄大会提到这个，首座长老叹了口气，1000年前阁主陨落，我星云阁备受打压，年轻一代远不如其他圣地。如今你和圣主横空出世，我星云阁必将重回巅峰。秦念之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天骄大会什么的，他根本不在乎。觉醒了地魂的他，目标是再次正道大地，但这辈子的他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羁绊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苍老而霸道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好一个逆天的小丫头！我星云阁何时出了这等天道之女了？小丫头，可愿拜我为师？”众人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那位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九幽老祖。太子，这恐怕不妥吧？首座长老一脸尴尬，这老怪物闭关上万年，居然也动了收徒的心思。可惜人家早就拜了你惹不起的人为师了，有何不妥？九幽老祖长袖一甩，气势逼人。我堂堂九幽老祖和道境巅峰，难道还不够资格做他师傅？师伯，他是苏。紫薇刚要解释，突然间一道带着几分戏谑与不屑的声音从天穹之上悠悠传来：“不是我说，你这小老头还真不配。”谁？九幽老祖猛然抬头，眼神如电，扫向虚空，敢说他不配，活腻了。然而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，轰隆，天地法则突然开始剧烈涌动，那早已被吸干的灵气，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复苏。紧跟着，一道璀璨的金光凭空出现，撕开一道空间裂痕，大道仿佛都在为你让路。下一秒，一个近乎完美的身影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。你的出现让全场彻底炸锅，一身白衣胜雪，不沾半点尘埃。你缓步走来，脚下步步生莲，荡开圈圈金色涟漪，那张脸颠倒众生，让无数女弟子瞬间失了心神，一个个脸颊绯红，呼吸都快停了。天，是圣主！我没生机了，圣主怎么能这么帅？圣主，看我，我要给你共度余生！几个女弟子激动的双腿发软，捂着脸就往茅房冲。九幽老祖那张老脸瞬间僵住，瞳孔地震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大地金光，你是一尊不朽大帝！他懵了，星云阁什么时候又出了个大帝？他躺在棺材里是错过了什么版本更新？一群女弟子看他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人。这老头，棺材里没通网吗？连圣主正道这种大事都不知道，你根本懒得理他，径直走向秦念之。你每走一步，在场所有人的金丹都跟着狂跳，长老们更是看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他们从你那看似随意的步伐中，看到了星河逆转，大道轰鸣。这是大道道义，走路都有道义，难道圣主修的是脚道？一个长老赶紧凑到九幽老祖身边，压低声音提醒太子：“这是咱们星云阁的圣主，姿态放低点，别倚老卖老。”圣主，九幽老祖一口冷哼，差点把自己呛到。老子在棺材里躺了1万年，活了5万载，还需要叫一个毛头小子圣主？可笑！他挺直了腰杆，拿捏着长辈的架子，对着你一挑眉：“小子，看你也是我星云阁的弟子，这丫头真是你的徒弟？”你依旧没看他，仿佛他就是空气。你的目光温柔地落在秦念之身上，你笑了，声音里没有半分责备：“你这丫头总算舍得出关了，为师让你去问星剑楼历练，可没让你在那安家。师尊，我再次看到你。”秦念之那张清冷的脸唰一下就红了，哪怕女帝之魂觉醒让她变得孤高冷傲，可一站在你面前，她瞬间就变回了那个会脸红会害羞的小姑娘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你脑中叮的一声响起，叮，检测到寂灭魔瞳，天生重瞳，大地之姿，可收为徒。已没烧一条。寂灭魔瞳，天生重瞳，又是什么玩意儿？系统立刻开始了解说，语气带着几分谄媚：“宿主大人，这可不是破玩意儿，这寂灭魔瞳是足以让大地都眼馋的无敌资质，天生天煞孤星，降生必遭天谴，万里之内生灵涂炭，生母必亡，所以一生孤独，被万灵唾弃，还无法修炼任何功法。但他半生重瞳，一瞳双孔，是天生至尊相，重瞳一开，可击穿天地，成长起来，拿下地斩仙不在话下。这大地之姿是货真价实的。天哪！你心里爆了一句，这么逆天，人在哪？你直接问，回宿主大人，就在你那个师姐旁边。师姐旁边，你目光一转，看向紫薇，果然在她身边站着2个少女，其中一个体态娇小，白裙胜雪，五官精致的不像话，但眼神空洞，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波动，仿佛一个绝美的瓷娃娃。就是她了。你迈步走到紫薇面前，微微躬身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晚辈礼遇。见过师姐，你这小家伙。紫薇无奈的摇摇头，清冷的眸子里难得泛起一丝波澜。你每次出现，总能搞出点大动静。你笑了笑，目光直接落在她身后的江夭夭身上。师姐，这俩都是你的徒弟。紫薇点头，介绍道：“这是雪儿，半年前我收入门下，这位是天穹神国的九公主江夭夭。”邻家姐妹俩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关注搞懵了，连忙恭敬拜下，见过圣主。紫薇何等聪明，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眉头微蹙：“师弟，你对夭夭有兴趣，还是师姐懂我？”你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凑到她耳边，压低声音，用只有你们2人能听到的音量说道：“师姐，她体质特殊，对我有大用，把她让给我，回头我给你凝练几道大地道义玩玩。”不是，紫薇直接被你逗笑了，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，清冷的脸颊竟染上了一抹红晕。1年不见，学会跟师姐讨价还价了，信不信我叫上其他师姐，把你绑回问道峰彻底占据？你嘴角一咧，我怕你们8个一起上，我打不过就不信我。紫薇彻底没话了。是啊，这家伙可是大帝，8个准帝加起来还真不够他一个人打的。给你。他又羞又气的轻哼一声：“好嘞，多谢师姐。”你目的达成，心情大好。随即，紫薇对江夭夭说：“夭夭，你体质特殊，或许我师弟有办法解决，你可愿随他前往问问道方？”江夭夭愣住了，求助似的看向自己的姐姐江雪儿。江雪儿激动的浑身颤抖，再也忍不住，扑通一声跪在你面前，磕头道：“多谢圣主。若圣主真能解决夭夭的问题，雪儿纵使当牛做马也无以为报。”有了姐姐的肯定，江夭夭这才红着脸，文字哼似的应道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很好，你满意地点点头，不再废话，辞别紫薇，一手牵一个，转身就往问道峰走。这一幕直接把在场所有人的下巴都惊掉了。那个冰山美人紫薇仙子居然脸红了。还有，圣主收徒怎么竟是收漂亮女徒弟？难道他？另一边被你全程无视的九幽老祖此刻也没了脾气，呆呆地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喃喃自语：“哎呀，这圣主
主怎么越看越俊？老夫这颗沉寂了1万年的心，嗨嗨！一回到熟悉的问道峰，一股浓郁的鸡汤香味扑面而来，哇，好香啊！江夭夭瞬间被勾起了馋虫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秦念之却不干了，他甩开你的手，气鼓鼓的冲进道炉，像只抓奸的小猫。师尊，你又背着我做什么好事了？哼，你一脸莫名其妙。这丫头闭关半年，脾气见长啊！推门而入，是早已炖得烂熟的鸡汤。秦念之看到这一幕，顿时小脸一红，原来师尊是特地为他准备的。你没在意他的小心思，开始仔细为江夭夭检查身体，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样，毫无灵气，灵根体质全无，诡异至极。江夭夭紧张的快要哭了，声音都在发颤。圣主前辈，我真的有救吗？你看着他那双充满恐惧和渴望的眼睛，心头一软，你点点头，嘴角勾起一抹让他安心的弧度。放心，你不是什么天煞孤星，只是身子骨有点特殊，经过我的调理，一切都是小问题。调理？江夭夭小脸更红了。哼哼，师尊有了新徒弟，就把人家给忘了。秦念之在一旁吃醋的鼓起了腮帮子。哪有？你笑着揉了揉他的头。都饿了吧？先吃饭。饭桌上标准的4菜1汤，外加几根水灵灵的黄瓜。江夭夭只吃了一口，就彻底沉浸其中，双眼冒着星星，如痴如醉。饭后，秦念之为你斟上一杯桃花酿，主动开口：师尊，请您将夭夭师妹也一并收入门下吧，这样我就有小师妹了。你打趣道：你就不怕为师收了新徒弟，有人跟你争宠？才不会呢！秦念之撅着小嘴：师尊要是敢冷落我，就怎么样？我就咬你手指头！你失笑摇头，从桃树上跃下，来到江夭夭面前，神色变得认真起来。夭夭，你想修炼，只有2个选择：其拜念之为师，成为我的徒孙，我可以破例指点你几分；其二，你顿了顿，目光直视他的双眼，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魔力，拜入本座门下，成为我顾长青的第2个亲传弟子，到那时指导你一辈子也没问题。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。江夭夭呆住了，你的身影在他眼中无限放大，那张完美的脸，那温柔又霸道的话语，让他无法思考。他的小脸涨得通红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对着天空大喊出声：我想选第2个，成为圣主的弟子。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山峰。不错，你满意地点点头。恭喜宿主成功收获第2位徒弟，奖励宿主收徒大礼包1份，每月签到奖励翻倍。恭喜宿主获得圣品功法九幽镇玉指，恭喜宿主获得妖兽蛋1枚。一股庞大的记忆瞬间涌入你的脑海。九幽镇玉指，一指求天地，2指碎山河，5指动乾坤，厉害！你心中暗赞，你收回思绪，伸出手将江夭夭轻轻扶起，声音变得无比温柔。傻丫头，你既然拜入我问道峰，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。以后你有姐姐，有念之师姐，还有为师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一句话瞬间击溃了江夭夭所有的防线，她再也忍不住，猛地扑进你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师尊，呜哇哇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明明是个灾星，致使母后生机流逝，引来天谴，所有人都怕我。你轻轻抚摸着她的头，任由她的泪水打湿你的衣襟。傻瓜，你不是灾星，你的声音坚定而温暖，你只是为师的徒弟，为师不疼你，谁疼你？师尊，江夭夭在你怀中渐渐止住了哭泣，脸上露出了10几年来的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遥远的中天神域，一座仙雾缭绕的山巅上，一名仙风道骨的白发老者猛然睁开了眼。奇怪，老朽数百年前推演到的东荒重土与我的师徒之缘，为何突然之间就快要断了？莫非被人捷足先登了？老者掐指一算，脸色微变，罢了，让老朽再推演一番，看看你究竟在哪。7日后，问道峰，你在摇椅上懒散的躺着，看着桃树下练剑的秦念之，地魂觉醒的他，剑意越发恐怖。江夭夭则在一旁满眼羡慕地问：师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师姐一样修炼呀？你摇了摇头，不急，你的道与众不同，机缘未到。话音刚落，江夭夭突然浑身一震，双眼猛地睁开，那不再是清澈的眼眸，而是一双映照着炼狱般景象的魔瞳。在他眼中，无数残骸堆积如山，能量汇聚成河，一道顶天立地的身影正站在那尸山之巅，气息睥睨万界，宛如一尊为征伐而生的不败战神。你正抱着江夭夭，这丫头忽然在你怀里猛地一颤，惊醒了。你还没来得及问她做了什么噩梦，一股让你都心悸的气息就炸开了。轰隆，一道猩红的金芒冲天而起，整个星云阁都跟着剧烈摇晃。紧接着，天穹之上，一只巨大的树眼猛然睁开，更诡异的是，那树眼里竟然是一瞳双孔。瞳瞳一响，你心里刚闪过这个念头，一群星云长老已经撞破屋顶飞了出来，一个个跟见了鬼似的，对着天空爆着粗口，宣泄着他们的震惊和恐惧。一眼双瞳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圣主爷来了以后，咱们这儿就没一天安生日子。天上的树眼开始流淌出无尽的金光，炼狱般的景象，战车轰鸣的幻象笼罩了整个星云阁，那股纯粹的为征伐而生的气息，让所有人都胆寒。另一边，紫薇和江雪儿也看到了这惊天异象，江雪儿的声音都在发抖，是夭夭的灾厄异象。师尊说的没错，可这传奇圣主才用了几天，就把我们天穹皇室倾尽国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没理会外界的喧嚣，直接在脑子里问系统什么情况？宿主不必担心，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调侃，你这个2号便宜徒弟，道义也觉醒了。他的道义，你眯起眼睛盯着怀里还在喘着粗气的江夭夭，究竟是什么？系统嘿嘿一笑，宿主大人，听过众瞳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吗？你心里默念一遍，瞬间就懂了，众瞳就是他的道，天生无敌，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传承。宿主真聪明，系统确认道，身具寂灭魔瞳，为征伐而生，而众瞳更是为无敌而生。听到这话，你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。好家伙，一个大徒弟，女帝转世，先天剑胎，为正道长生而来；这个2徒弟，寂灭魔瞳加持重瞳，为征伐无敌而生。你顿时感觉，当这2个变态的师尊，压力不是一般的大。这时，江夭夭也终于从震撼中回过神，他感受着体内那股霸道绝伦的杀伐之气，眼神先是迷茫，随即变得无比坚定。他死死咬着牙，像是在对自己发誓：师尊姐姐，为了守护你们，这重瞳传承我一定要得到。转眼间，半年过去，紫竹林染上了一层秋黄，你
你躺在摇椅上，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。都大中午了，该吃饭了。念之这丫头又在鼓捣什么好吃的？你打着哈欠起身，推门走进道炉。厨房里，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在忙碌。2年过去，秦念之出落得越发绝代风华。他听到声音，回眸一笑，那笑容足以融化冰雪。师尊，你醒了，饭马上就好。你看着他，心里有些感慨。这丫头拜入你门下2年，修为跟坐了火箭一样，现在已经是元婴境5重天了，地魂觉醒，果然变态。你笑着走上前，想从后面抱住他，打趣道：“怎么突然这么贤惠了？以前可都是你天天吃我的。”秦念之小脸一红，伸出雪白的小手抵在你胸口，把你往外推。不要吗？师尊，你躺好就行。这些日子换弟子来服侍你。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温柔。你无奈的摇摇头，只好由着他。行吧，那你师妹呢？还在悟道？是啊。秦念之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你退出了屋子，心里却突然一动，一股极其隐晦的灵魂波动从厨房里传来。有意思。你嘴角一勾，神念悄无声息地探了进去，想看看你这宝贝徒弟到底在搞什么鬼。与此同时，厨房内一道苍老的声音在秦念之脑海中响起，充满了蛊惑。小丫头，你想变得更强吗？听到这里，眉毛一挑。谁知秦念之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你的预料，他脸上温柔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你从未见过的，仿佛来自万古之前的清冷与孤傲。装神弄鬼，从我体内滚出来！他冷冷地说道。那苍老的声音明显吓了一跳。你知道我的存在？秦念之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，区区大地残魂，真以为在本地体内能躲过本地的眼睛？本地？你听到这个自称，心脏猛地一跳，那道虚影浮现出来，正是天兵剑圣的残魂。他惊恐地问：你既然早就发现我，为什么不拆穿？拆穿你？秦念之转过身，眼神里满是戏谑。你配吗？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别说吞噬我的魂元，本地就是把地魂摆在你面前，你敢碰吗？碰一下你就得化成灰。天兵剑圣彻底被镇住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真是大地转世？我不是。秦念之却摇了摇头，语气淡漠：我只是他的徒弟，星云阁的弟子。这句话让你的心微微一暖。天兵剑圣显然误会了，他以为秦念之口中的他指的是你，还感慨了一番你的天资。随即他话锋一转，调侃道：没想到你这等大能，竟然也会为一个情字所困，与你何干？秦念之瞬间炸毛，冰冷的杀意让你的神念都为之一颤。再敢多嘴，本地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！天兵剑圣立刻闭嘴了。然而下一秒，秦念之又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诱惑。不过本地可以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。什么？天兵剑圣激动的声音都变形了。重生？没错。秦念之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做本地的剑奴，永世效忠，待本地重回地境，复活你。不过弹指之间，这条件你听了都觉得心动。果不其然，天兵剑圣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场跪地，立下天道之誓，永世为奴，绝不背叛。你暗中咂舌，好家伙，你这大徒弟不声不响就收了个大地剑奴，这操作也太骚了。紧接着，更骚的操作来了。天兵剑圣苦着脸，说自己总不能一直当个阿飘。秦念之随手一挥，一具妖兽残骸凭空出现，那是一只长得跟二哈一模一样的黑白狼狗。这是天狼妖的残骸，生前元婴修为，上个月被我解决了。你就用这个吧。你差点没笑出声。堂堂天兵剑圣，东荒曾经的无敌存在，现在要附身到一条狗身上。果然，天兵剑圣当场就哭了，哀嚎着求换个身体。秦念之一个白眼翻过去，是天狼。